嘎因是没有童年的，年仅10岁的他早已学会了自己生火做饭，且要照顾2个妹妹的生活起居。欧美今年只有6岁，连路都走不稳，但已经能帮着伯母家撵猪喂鸡、吹火捡柴了。最小的3妹才刚刚学会说话，夜里总是爱尿床。自从妈妈被穷跑后，3姊妹便蜷缩在这些破烂潮湿的被褥草垫上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冰冷的夜晚。3姊妹的家已破得不能叫家，而是一个简陋的圈。每次出门，姐姐还不忘上个锁。其实这样的屋子，即使老鼠来了也会摇头。平日饿了，他们就吃洋芋，渴了就把嘴凑在水管上直接喝。为了改善伙食，嘎因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带着妹妹们去伯母家开个荤。小小的方桌上围坐着伯母一家人，嘎因侧着身像个贼一样，小心翼翼地吊起了一片油亮的大肥肉，再依次递给角落里的2个妹妹。二妹捏起仅有的一片肉，含了半天也舍不得咽。嘎因则一直在吃光饭，想加上一片豆干，也被堂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了去。而伯母一直低着头吃饭，什么都没说，又好像什么都说了。但这几片大肥肉并不是白吃的，饭后3姊妹便自觉地去帮伯母放猪。爬到山上时，二妹的脚跟被水鞋磨破了，嘎因超用捡来的烟和锡纸加上一股唾沫，自制了一个盖板创可贴，贴在了妹妹的伤口上。放完猪，3姊妹又帮着伯母家搬泥砖、倒泥灰，小小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抱了一块又一块，倒了一筐又一筐。而伯母家的2个儿子啥也不干，一天到处玩。当看见堂妹放学回来时，嘎因的眼神里全是羡慕。搬完才歇了一口气，伯母又派嘎因去割猪草。站在寒风凛冽的山坡上，衣着单薄的他被吹得直哆嗦，但他仍不停挥动着镰刀，硬是割了满满的一背篓才离开。回到伯母家刚好是饭点，但还有一堆洋芋在等着嘎因洗。洗完他又一筐一筐的搬去煮，煮完还要一角一角的才给牲畜吃。一阵忙碌后，嘎因的鞋子全都湿透了，冻得直发抖，但他仍不敢去烤火，只小心翼翼地站在火盆前，等待着伯母的下一个任务。随着天色渐晚，伯母一家也吃完了饭，连猪狗鸡鸭都吃饱了，这才轮到3姊妹吃。嘎因虽然累得精疲力尽，但心里是开心的，因为他用一天的辛劳又为妹妹们换来了几片大肥肉。不久后，在外打工的爸爸终于回家了，他给3姊妹带了许多零食，还有新鞋子、新袜子。怀着愧疚的心，他抱起2个小女儿，细细地帮她们洗了一遍手。而嘎因则忙着砍菜、洗菜、打扫屋子。作为姐姐的她，不止把所有的肉都让给了2个妹妹，也把所有的爱默默让给了她们。一桌简陋的饭菜，却因为有了爸爸的存在而倍感温馨。这也是我在片中第一次看见嘎因的笑容。饭后，爸爸和爷爷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带着2个妹妹进城打工，不然留在家里，姐姐根本没法去上学。临行的前夜，爸爸和嘎因一起为妹妹们洗脚。昏暗的灯光下，让人分不清那模糊的身影到底是姐姐还是妈妈。爸爸带着妹妹们进城后，嘎因也走进了学校的大门，但好好读书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。经过同学可练，为南方东为东夷成为世界闻名的技术大师。放学时，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涌向了大门外，在小摊上挑选着各色零食，而嘎因眼巴巴地望了半天，也舍不得买上一袋。因为爷爷放羊回来的很晚，所以大部分时间嘎因都是一个人生活，煮一锅洋芋要吃3-4天。有时他还会掏出同学们吃剩的包装袋，津津有味地嗦着，仿佛里面真的有他心心念念的辣条。而嘎因唯一的娱乐就是去墙角挑那根完全不存在的橡皮筋。自打妹妹们走后，家里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和热闹，只剩下无尽的孤独陪着她，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。每逢周末去放羊是嘎因最自由的时候，那一瞬间她是一抹风，拥有着白云和蓝天。深秋后，喜羊堂的村民开始准备1年1度的杀猪饭，跟着爷爷去做客的嘎因终于能狠狠地吃上一顿肉。席间，村干部和大人们聊着要搞什么新农村建设，嘎因不懂，他只关心碗里的大肥肉和电视里的隋唐英雄传。初冬时分，在城里难以为生的爸爸带着妹妹们回到了喜羊堂，与之一起的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和小孩。听爷爷说，这是他们的新妈妈。
洗锅做菜下地播种，这个家渐渐恢复了曾经的热闹和烟火。但看他们的头发和衣服，新妈妈明显更偏心自己的孩子，也从不让其干活。荒凉的雪山下，欧美和三妹一边闹着笑着，一边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只是这样啊，只是这样。这部纪录片《三姊妹》拍摄于2010年，其地点位于云南昭通巧家县的喜阳塘村。这是一片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山区，土地贫瘠到连树都不会长，人们的生活十分困苦。更重要的是，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老师愿意来这个鬼地方教书。穷就像一个牢笼，锁住了生活，锁住了这些孩子最后的出路。然导演王斌并没有刻意的去贩卖贫困，也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。他的摄影机就如同栾林笑笑生的那支笔，静静地记录下了这个角落里最真实的生存情况，其中并没有掺杂一丝自己的观点和评判。后来根据相关报道，喜阳塘村因为不具备生存条件，于2017年实施了整村集体搬迁。自此，这里的人彻底告别了土房子、烂泥路，住进了设施齐全的小洋房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至于三姊妹，则像马有铁、牛有铁一样，早已引入尘烟。而制作本期视频时，我通过大量的搜索，发现有个网络账号自称是嘎音的堂妹，也就是伯母家的小女儿。通过对比她公开的网络照片，还是比较相似的。根据她的讲述，三姊妹已经嫁人生子，目前过得还不错。她不认同网友对母亲的一些看法，说当时自家的条件也不好，也有3个孩子要养，对三姊妹呢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去帮助。截至文案完成时，该账号也删除了相关的视频和评论，原因并不清楚。